这8种智能家电正在成为中国家庭的标配，不是误导，是趋势。1. 指纹锁。当你一手拎着快递，一手掏半天钥匙，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，你家邻居早已经通过人脸识别、指纹解锁进入家门了。不要跟我杠，智能锁出门不用带钥匙就是方便。像我老妈常年做家务，指纹不清晰，还可以用密码开门。品牌推荐：德诗曼、小米、陆克。2. 智能马桶。想象一下，当你上厕所，马桶会自动翻盖，再也不用手动去抠马桶盖圈，冬天再也不用去感受坐在马桶上那股凉意，便便后也不用担心厕纸擦不干净、屁屁那种烦恼，你会是什么体验？除此之外，臀洗和腹洗功能对女孩子来说简直是福音。品牌推荐：TOTO、恒洁、松下。3. 独立式烘干机。对于居住在南方的小伙伴，简直是不可或缺的电器之一。拥有它，不仅能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阳台，同时再也不用担心阴雨连绵的潮湿天气。正如网友所说，热泵式烘干机就是好用，烘出来的衣物不仅干燥蓬松，还能消毒除菌。品牌推荐：西门子、博士、小天鹅。4. 垃圾处理器。用过以后真的后悔买晚了，这是我爱人的真实感受。有了它，再也不用每天洗碗的时候再用手去抠残渣剩饭，也不用担心厨房垃圾招小飞虫、反臭味，地面湿哒哒的，一天拖上好几遍，出门也不必再被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了。品牌推荐：贝克巴斯、鱼库、爱诗意、复旦申花。5. 嵌入式洗碗机。洗碗机对于宝爸宝妈、上班族来说简直是必备的幸福感电器，花几千元换1年365天的轻松，相信你没有理由会拒绝。何况它不仅能洗碗洗盘子，还能洗海鲜、洗果蔬，不仅省时省力，还有利于家庭和谐。进阶版还有存储除菌功能，连消毒柜都省了。品牌推荐：西门子、美的、海尔。6. 蒸烤一体机。说蒸烤箱一体机可以解决当代年轻人的吃饭问题，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。就像我家接触过蒸箱、烤箱、微波炉后，最后还在厨房占有一席之地的，就属蒸烤箱一体机了。优点就是节约空间，且功能齐备，无论是烤肉还是蒸海鲜都信手拈来。品牌推荐：凯度、西屋、德普凯信。7. 管线机。抛开净水器不讲，它是我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，即可出热水，还有温度调节，不管是泡茶、冲奶粉，还是夏季里的一杯冰水，都能时刻满足需求。逃不开的真香定律，比起饮水机、烧水壶、暖水瓶，不仅实用方便，也更卫生。品牌推荐：COLMO、美的、宾克尔。8. 扫拖一体机。其实我之前一直不太信任这种扫拖机器人，也并不觉得每天拖地是负担。自从我搬入150平的新房后，每天拖地板累得直不起腰，才决定入手扫拖一体机试试看。结果使用下来确实太好用了，地面扫得够干净不说，重点是拖地途中还能自动回基站清洗拖布，对于家里面积大的家庭真的太实用了。推荐品牌：科沃斯、云鲸、石头。有一说一，国人都有喜欢盲目跟风的习惯，特别是装修新房时，总是源源不断的往家里添置生活家居用品，但等到入住后才发现，有些根本不适合自己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家里的闲置品，用又用不上，扔了又觉得可惜，不仅是白花了冤枉钱，还会让家里显得很乱。本期小东就给结合自身的使用感受以及部分网友的反馈，给大家整理了中国家庭的8大闲置，劝你别再往家搬了，趁着从你的购物清单里拉黑。1. 客厅的茶几。在老一辈固有思想的影响下，茶几始终是大多数家庭客厅中的标配，但往往入住后才发现，它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，仅仅是堆放零食、杂物和遥控器的地方，不仅显杂乱，还占地儿，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，真的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的存在。网友反馈：一只豆豆猪，听我一句劝，家里有宝宝的尽量别买茶几，因为随着娃长大，茶几就变得特碍事了。还好我聪明，把它改造成阳台花架，算是废物利用吧。网友哆啦 A 梦，客厅太小，真的别放茶几，碍眼又碍事。我家就是这种情况，实用不太行，闲置率第1名。2. 充当门面的酒柜。如果我说酒柜是最没用的家居用品之一，相信肯定会有网友反对我的说法，但仔细想想看，有多少家庭装修酒柜是真正用来摆酒、藏酒的？花大价钱定制的酒柜，不过是为了提升客厅颜值，充当门面罢了。日子过久了会发现，酒柜上面满是杂物不说，还积灰严重，给生活造成很大负担。网友反馈：西柚味的阿阿扑，家里的这个酒柜忍受很久了，
东西永远是杂乱无章，也不知道当初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为啥要做这个？网友肉肉惹人爱，没爱好千万别做。家里老爸爱喝酒才做的酒柜，虽然摆满了酒，但是更麻烦，超级落灰。3. 飘窗改茶台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，把家里的飘窗改成茶台或休闲区，说是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。但是说真的，坐在飘窗上看书喝茶真的舒服吗？阳光刺眼不说，坐在上面空间又窄又硌人，在外工作一天都累成狗了，是窝在沙发上不舒服，还是躺床上不舒服，非要跑去飘窗上休息？网友反馈是增3岁，能劝一个是一个。这种设计就是中看不中用，坐在上边没10分钟腿就麻了。家里能看书喝茶的地方到处都是，哪都比在飘窗上舒服。4. 卫生间浴缸，一直想不明白，本就不大的卫生间，为啥还要强塞个浴缸？说实话，多数家庭装浴缸就是为了提高卫生间的装修档次。要说每天泡澡，根本不可能，因为放水、蓄水，再到清洁时间，远远大于泡澡时间。长此以往，基本上都会被闲置。网友反馈我爱火锅串串，当初百般纠结，还是装了浴缸，难以抵制泡澡的诱惑。结果发现我是个3分钟热度的懒人，一年泡澡没超过3次，最终还是沦为了储物功能。网友说好不熬夜你日，装修时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几平米的浴室还是把淋浴区改成了浴缸，但从入住后，这个浴缸基本没咋用，也就冬天儿子偶尔泡个澡，其余时间基本闲置。现在感觉确实有点鸡肋。5. 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，买之前想着一台机器又能洗衣又能烘干，价格还不贵，好像是捡到宝了。等实际用过才发现，体验感还不如普通洗衣机呢。这个所谓的烘干功能，不仅耗时又费电，而且烘干效率极差，大件烘不干也就算了，衣物还缩水严重。网友反馈飞奔走来的主，低价的冷凝一体机，最大的问题是绒毛会在管道里积存，时间长了就发臭。当然也有热泵式的一体机，但是价格贵，万元以上的价格，还不如买洗烘套装划算。6. 给亲戚预留的客卧，其实多数家庭预留一间客房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防止亲朋好友来做客，或者父母过来的时候没地方住。但时间久了才发现，这个次卧总是闲着，亲戚几年都不来一回，父母偶尔来也基本不留宿，更多是觉得不方便。结果就是这间次卧的最终归宿大概率会沦为杂物间。网友反馈追风的少爷，当初熬不过老婆，非要给亲戚预留一个客房，把原本打算做成衣帽间的小卧室强行放了一张床。等日子过久了，东西是越堆越多，这间小的就变成用来放杂物的地方了。7. 出场率不高的锅具，有多少人是平时很少做饭，但偏偏对颜值颇高的锅具情有独钟的？什么珐琅锅、雪平锅、玻璃锅、不粘锅、铸铁锅等等，买了一大堆，结果发现颜值好看的锅具基本都不实用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多数没用几次就被闲置了，只能放在厨房的角落里吃灰。网友反馈小幸福，我家锅都是真的，不会做饭也是真的，基本上95%都是新锅，我也不知道当初为啥如此自信的买锅。网友10斤不美，当初看了一些美食做饭的节目，就跟着买了这些锅具，但实话实说，利用率很低，基本一年能用到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贵的锅具使用率不高，确实有些心疼，劝大家下手前还是要谨慎。8. 各种健身器材，在居家健身的热潮和网红达人的助推下，买一套健身设备，似乎就能达成人们健身减肥的美好愿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设想是美好的，但往往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与购买健身器材前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永远只有3分钟热度的健身热情，而吃灰、闲置、转让，基本都是很多居家健身器材最终的宿命。网友反馈陶妞妞，如果你家也有花大价钱买的闲置跑步机，不舍得扔掉，不如试试我家这个神仙用法，加个床褥子，秒变阳台单人床。网友牛肉面，动感单车买过，划船机买过，椭圆机买过，每个健身器材都是用了1个月就被打入冷宫。所以如果真想健身运动，劝你先跑步2个月，能坚持下来再买也不迟。家就是让人放松的地方，我的原则是东西越少越好，家居物品少就不好堆灰尘，打算卫生也简单轻松，并且不占空间，看着也敞亮，舒心又舒服。有一说一，虽然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如果无休止的在家里囤积各种用不到的东西，这也不舍得扔，那也不舍得丢，到头来只会换来杂乱无章和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。
此外，家里环境总是乱糟糟的，不仅会影响运势，而且还会使人心情烦躁、头脑混乱。这一期，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以及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6样中国家庭积攒最多却很少用到的东西，建议尽早做断舍离处理。1、各种塑料袋、购物袋。要我说，生活中最该断舍离的就是囤积最多且很少用到的各种袋子。很多家庭根本意识不到物品过剩带来的危害，无论是商场的购物袋，还是超市的塑料袋，大大小小几百个，塞在厨房或柜子的各个角落，1年半载的用不上几个。长期囤积这些没用的袋子，占地方，显家里杂乱不说，关键是时间一长还会生虫子、招蟑螂，带来卫生环境差以及健康问题。网友反馈香菜花花，我家的购物袋基本都不舍得扔，特别是质量还不错、颜值高的，总觉得哪天会派上用场，但事实上却很少用到。这3大袋购物袋积攒了3年，搬家那天还是全部扔掉了。网友IDII 是妈妈，奉劝各位姐妹，袋子可以留，但一定要适度，给自己一个度线，比如可以学我家，装满这个网兜，剩下的就不要留了。毕竟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才能留出更多装快乐的地方。2、过期的药品、保健品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代人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身体的保养，所以多数家庭都会囤积一些钙片、鱼油之类的保健品，林林总总加起来可能会有20-30种，每天不可能按时全部吃一遍，最后便囤积在家里过期。还有生病问诊时，在医院带来没吃完的药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病情好转就不再吃了，但是却舍不得丢，想留着，也许以后可以吃。我劝你别这么做，是时候该整理丢弃了。因为不管是药品还是保健品，都有保存期限，过期药品会有什么害处，真的说不准。网友反馈房姐一妹，国人都有在家囤药的习惯，特别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，常用药更是家中必备。但是这就存在药品大量过期的问题，不小心服用危害极大，建议务必要做定期检查，过期的尽快投放带家附近的药品回收箱。3、各种空罐子、空杯子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要说老一辈人喜欢攒东西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囤积东西的癖好，什么咖啡罐、果酱瓶、罐头瓶等等，甚至喝完的饮料瓶都不舍得丢。如今的房价这么高，厨房的橱柜空间本来就很有限，你就忍心用来放空罐子吗？而且这些瓶瓶罐罐本身不会过期，但是没洗干净会残留一些味道，会有卫生疑虑，如果不幸招来蚂蚁和小强，那更是给自己添堵。因此建议没有用到的空罐子尽量丢掉，省空间又卫生。网友丫丫的小辣妈，之前空的瓶瓶罐罐都舍不得扔，总想着可以改造一下用起来，结果就是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，越多越乱。事实证明，攒这些空的瓶瓶罐罐真的没啥用，因为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要么想不起来，要么就是想起来了，也会嫌弃这儿不好看，那儿不统一，转而去买专门的收纳盒、储物瓶。所以不要犹豫，建议随用随丢。4、旧衣服、旧鞋子。人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，所以家里有一些旧衣服、旧鞋也能理解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旧的没用的东西还是及时处理掉为好。这些旧的衣服，不管是因为过时淘汰了也好，还是因为破损变形了也罢，如果你确定以后不会再穿了，就不要再留了，因为放在衣橱里，大概率也只是吃灰占地方，而且每次换季需要整理了，还会徒增负担。破损、磨坏了的旧鞋子也是一样，再穿的话不仅不舒服，还会影响个人形象。网友反馈捡露珠的翟老师，每次整理衣柜，看见这些穿1-2次就不想要了的旧衣服，真的头疼，丢又舍不得，穿又不合身。劝大家真的不要乱买衣服。网友年少不知轻狂，多年不穿的旧鞋建议尽快扔掉，放在家里味道又大又占地方，特别是磨损变形或是氧化严重的，就别想着卖二手了，卖给人家也会招嫌弃，退来换去的也麻烦，发诚心不舍得扔的可以找上门二手回收的。5、快递箱子、包装盒。除非你是有钱人家，可以有一面墙的大柜子用于收纳这种精美的包装盒，否则的话奉劝你就不要留了，因为这些纸质的包装盒放久了一定会积灰变脏，脏了又无法清洗，如果是南方潮湿天还容易发霉。其次，这类包装盒一般尺寸还不统一，会浪费特别大的收纳空间。另外，即使用来当收纳盒，还需要分门别类的贴上标签，不然很不好找。此外，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快递箱子，又脏又占地方，而且还不值钱，攒了一大堆，可能只够买2根雪糕的。网友我是小米粒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姐妹，平时就喜欢囤积包装盒、纸袋啥的放在家里，
又用不上，又占空间，又舍不得丢。每次打扫家务、整理房间都给自己累个半死，真不知道图个啥。网友艾特兰兰姐，听我说，真的不要囤废纸盒了。我家积攒了大半年，堆了小半个房间的废纸盒，花了1个多小时整理时间，上下楼跑了6、7趟，卖废品才卖了34块钱。听到收破烂大爷报完收购价，真是吐血。听句劝，不要懒，快递盒在驿站就给它扔了。6、一次性餐具。现如今，点外卖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毕竟比起亲自做饭更加方便省事，而且吃完饭省去了洗碗的烦恼。但是每次吃外卖时，商家基本都会赠送一些一次性餐具。我和爱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人，看到没开封的，理所当然的留了下来，不知不觉中囤了一大堆一次性餐具，越囤越多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日后能用到它们的时候真的不多，毕竟家里都有碗筷，总不能在家也用一次性餐具吧？而且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附赠的都是均价几分钱的廉价餐具，放久了再用也不卫生，建议大家没用的及时丢掉，或者点外卖时干脆选择不需要餐具，让生活更环保。网友艾特上岸小女孩，不知不觉竟然攒了这么多一次性餐具，每觉得扔掉浪费，但真心没用，装满2大袋后，最终还是丢掉了。建议大家点外卖回家吃的，就选不要餐具，放在家里不会用，占空间不说，质量不好的还有害身体健康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，才能让人觉得踏实舒心。而且现在的房子都寸土寸金，就别去浪费空间，去囤积一些不会用到，最后迟早要被你丢掉的东西了。以上这6样中国家庭最该断舍离的东西，你家有没有中招？